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阿段。在上一期节目中，我们说完了久多良木剑的团队如何利用 CD-ROM 技术彻底变革了90年代的游戏市场后，今天我们将继续讲述这一段传奇的商业故事。久多良木剑的团队，他们试图打破常规，成为90年代游戏市场的革命者，但有一件事他们并未打破，或者说完全沿袭了任天堂的做法。那就是在游戏制造结构和版税概念方面，他们依然是沿着任天堂的方向继续前进。这种版税制度的做法是，平台对所有游戏软件进行 OEM 代生产，以游戏厂商的品牌进行制造，游戏厂商则需要向平台支付 OEM 的生产费用和版税。对于索尼方面沿用任天堂的版税制度，佐藤明是这样看的：关于版税业务的基本形式，我们是直接沿用了任天堂的做法。这套版税系统已经是非常完善的了，根本没必要刻意去改动。版税嘛，可以看作是对平台开发的一种税金，即使版税结构相同，我们的内容却是完全偏向于游戏开发商的。当时对于任天堂的平台，游戏开发商的最大抱怨就是版税和 OEM 代生产费用过高。因此，索尼方面如果能制定一个合理的 OEM 生产费加版税的新标准，那对于游戏开发商来说，一定是会导向索尼的。PlayStation 平台推出时，如果游戏开发商的利润减少，那就成了问题。因此，久多良木剑的团队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。举个实际的例子来进行分析。假设在超级任天堂平台，游戏销售数量为10万份，游戏制作费用为1亿日元，任天堂的 OEM 代工费用为每份3000日元。这个价格其中包含了 Mask-ROM 的成本1500日元，也就是说，剩下的1500日元是支付给任天堂的委托生产和版税费用。对于游戏开发商来说，游戏的开发费用和开发设备的折旧费用为1000日元，游戏厂商的利润为1000日元，宣传广告费用为600日元。此外，还需要加上500日元的风险规避费用，也就是保险。由于 Mask-ROM 无法实现重复生产，因此这个保险对于游戏厂商来说是必须要买的。将这些费用相加，游戏的批发价为6100日元。之后，批发商的利润为1200日元，零售商门店的利润为2500日元。最终游戏的市场定价为9800日元，这也就是为什么超级任天堂的游戏价格会如此高昂的原因。相较之下 ，PlayStation 由于可以进行重复生产和追加生产，根本不需要500日元的风险保险费用。游戏厂商支付给索尼的 OEM 委托生产和版税费用为900日元，其中包含了 CD-ROM 的制造费用。此外，加上游戏的开发费用、开发设备的折旧费用为1000日元，游戏开发商的利润为1000日元，以及宣传广告费用600日元，总计游戏的批发价格为3500日元。这个批发价格比超级任天堂还便宜了整整2000日元。批发商的利润是600日元，而零售商门店的利润是1700日元，因此游戏的最终定价为5800日元。也就是说，即使游戏定价降低，游戏厂商依然能够像在超级任天堂平台一样获得1000日元的利润。这样的版税结构对于游戏厂商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激励举措。另一项 CD-ROM 的优势就是重复生产。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过，在 Mask-ROM 的情况下，游戏开发商必须在3个月前预测市场趋势并决定游戏的最终生产数量，但实际上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准确预测市场走势的。因此，久多良木剑他们决定让 PlayStation 成为能够解决这些游戏开发商问题的游戏平台。通过 CD-ROM 游戏的生产问题得以解决，因为它能够迅速响应市场的需求，不需要厂商持有过多的库存。这就是 CD-ROM 的最大优势。在 CD-ROM 的情况下，只需要生产当前市场需求的量。如果市场需求是100张，那么只需要立即追加生产100张。由于可以实现精确的生产控制，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像 Mask-ROM 那样因无法重复生产而提前大量备货。对于 CD-ROM 来说，只要将附带的外包装准备好，天内即可进行压制，因此也非常容易应对小批量的订单。这不仅对游戏厂商是个巨大优势，对于零售商门店而言也能极大减少负担。零售商只需在需要时向 SCEI 下订单即可，如果物流中心有库存，次日就可以到货。即使需要追加订单和生产，也基本能在最迟6天内送达。佐藤明的想法是，通过这种及时响应的订货系统，促使零售商的库存变得更加合理化。
在 Mask-ROM 时代，店铺必须预先囤积大量库存，因为他们无法灵活地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追加生产，这使得管理库存变得非常困难。比如，如果某一天店铺售出了5张游戏卡带，但店铺没有能力迅速补货，可能会导致销量和销售额受限。而在 CD-ROM 的情况下，店铺可以灵活地对库存进行补充，即使是少量补货，也可以满足需求。这样一来，店铺就会根据实际销售情况来判断和调整库存，不需要一开始就积压大量库存。尽管在索尼之前，有很多公司使用 CD-ROM 作为媒介，但没有其他公司像久多良木剑团队那样想到利用 CD-ROM 的重复生产能力来满足市场需求的想法。为什么只有索尼和 PlayStation 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佐藤明是这样说的：这完全是把索尼音乐唱片行业的经验转移应用过来的结果，实际上是将音乐唱片的商业模式移植到游戏行业中。音乐产业的特点是多品种、少量生产，因此如何快速响应的诀窍已经确立。我们对这种感觉有着深刻的理解。当你已经在实践中感受到并理解这种方式时，甚至不需要刻意去思考，就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并付诸行动。因此，在应对热门商品时，甚至在思考之前，手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对此，大贺典雄这样说：“我曾参与了紧凑磁带和 CD 标准化工作，并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。我有一套方法论，知道抓住哪些要点才能确保成功。” CD 的成功在于硬件和软件都是由索尼一手操办的，这次的方式也是相同的。PlayStation 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，可能是因为我也从事过唱片公司业务。我是索尼音乐的最高负责人，我将丸山茂雄带进来，并决定在金刚工厂生产 CD-ROM。在金刚工厂中，曾几次做出停止音乐 CD 的生产，转而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的决定。多余的音乐 CD 则交由其他公司代为生产。虽然任何一家 CD 工厂都能生产标准 CD， 但我们不能请其他公司代生产 PlayStation 光盘，因为它是黑色的。索尼音乐 CD 的商业模式是这样的：拥有众多的作品，供用户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。一旦有热门作品出现，就立即供应，支持重复生产。PlayStation 完全采用了这种模式。与此相对，任天堂的超级任天堂主机的商业模式是，游戏软件只限于少数优质的作品，由于存储媒介的特性，实际上无法进行重复生产。可以看出，两者是完全相反的商业模式。索尼的音乐唱片业务，特别是 CD 生产的经验，对游戏行业带来了一种具有冲击力的思维方式。以其费力的去预测市场需求，倒不如依靠随时可以进行重复生产来应对市场变化。如果某款游戏卖得好，那么就直接进行额外生产，不需要再费精费神的事先预测销售数量。当时 SCEI 负责销售的岛本亚司表示，游戏行业是一个经验法则很难奏效的世界。在负责 PlayStation 项目销售之前，岛本亚司出身于索尼音乐的销售部门。他曾经历过一位歌手的专辑大卖，但接下来的专辑能否卖得好却无法确定。这种亲身体验让他意识到市场的不确定性。岛本举了一个例子，他曾负责的艺人大龙泳衣发布的专辑大获成功，卖出了150万份。他认为这样的成功意味着下一张专辑至少可以卖到80万张，甚至可以超过100万张。于是他决定生产100万张，但最终只卖出了70万张，远未达到销售预期。岛本提到，这种经验并不少见，他经历过多次类似的情况。由此他得出结论，在游戏行业里，除了少数知名的游戏外，几乎不可能准确预测需求。岛本亚司的想法是，极端点来说，我们根本不需要预测需求，因为 CD-ROM 可以很容易进行重复生产。即使游戏初期发布量较少，一旦发现游戏畅销，就可以立刻增加生产量，只需根据市场需求做出反应，建立一个灵活的供应体系。在索尼音乐部门，我们学到的最大优势就是利用 CD 的重复生产机制。PlayStation 采用了这种格式，融入了音乐唱片行业的思维方式，而这种 CD-ROM 的重复生产机制正是音乐唱片公司文化的体现。其实使用相同的 CD-ROM， 像世嘉和 NEC 这样的竞争对手却未能想到这种思路。关键的原因在于，久多良木的团队能够从音乐行业中吸取经验和灵感，因为他们有来自索尼音乐部门的员工，这些人将音乐行业中的经验
和思维方式带到了游戏业务中。PlayStation 的成功并非单纯依赖技术，重要的还是依靠索尼音乐部门的销售思维。PlayStation 发行和供应体系可以说是在逐步的优化和改进。在最初，游戏软件的发售日期都是定在每周五，这种做法是行业的传统。PlayStation 也遵循了这一惯例。然而，从1997年7月起，他们将发售日提前了一天，改为每周四发布，以便更好地响应市场需求，实现更高效的补货和销售跟进。PlayStation 在最初实行的销售和补货流程具体如下：周五发售游戏，商品会在周四被送到零售店，并从周五早上开始销售。在当时全日本约5000家有合作的零售店中，大约30%的店铺及1500家店会提供周五的销售数据。根据这些周五的数据 ，SCEI 会在周六发起补货订单。再次生产游戏的工作在索尼音乐的金刚工厂进行，从周一开始，在生产的商品会在周三完成，然后在周四重新配送到零售店中。然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补货量必须基于周五一天的销售数据来决定。有时这样的预测可能会出现误差，导致需求与供应不匹配。为了实现更精确的补货，游戏的发售日从原来的星期五改为了星期四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可以根据星期四和星期五2天的销售情况来决定游戏的补货量。如果某个游戏产品在发布当天就突然热销了，他们可以在星期四当天就下订单，这样最快就可以在下周二生产完成。然后游戏商品会在星期三发货，并确保当天就能送到。有些零售店有时会忍不住提前销售游戏商品，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游戏偷跑，在商品到达前一天的星期三就开始销售，这就是所谓的提前发售。岛本虽然会通过电话提醒这些店铺注意不要提前销售，但同时他也不会忘记询问，顺便问一下游戏的销售情况怎么样。这也是他进行市场调研的方式。对于重复生产的游戏来说，关键在于能够多准确地预测初期生产的游戏销量。岛本对此有一件非常自豪的事例，那就是卡普的《生化危机》于1997年3月发售。当时索尼从零售商那里接到的预购订单总计为12万份，但岛本坚信这款游戏的销量肯定难达到20万份。在回忆起这件事情时，岛本是这样说的：在唱片行业，我很难做到准确预测销量，但在《生化危机》这款游戏上，我有绝对的信心。虽然我自己不玩游戏，完全可以说是个游戏外行，但我周围的孩子、喜欢游戏的人，还有我请来测试的学生们，他们都说这款游戏绝对会大卖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有了信心，确定这款游戏会成为大热产品。岛本向工厂下了比原本订单多出8万张，共计20万张的订单。《生化危机》于3月22日周五上市，他收到来自全国监测商店的报告，游戏销量远远超出了预期。第2天、第3天的销量继续增加，销量势头越来越好。这时候 CD-ROM 重复生产的能力就派上了用场，他们每周以10万张到15万张的速度进行增加生产。经过多次补货生产，最终游戏成功的卖出了120万张，成为了游戏市场大热的畅销作品。在此期间，岛本要求丸山茂雄联系索尼音乐的金刚工厂，并命令他们将《生化危机》作为最优先生产的项目。不论工厂有多忙，游戏倒优先于音乐 CD。可以说，索尼的版税制度和 CD-ROM 生产能力是让《生化危机》能爆火出圈，成为大火 IP 的幕后推手。通过 CD-ROM 和版税制度，索尼以革命性的方式打破了任天堂传统的游戏分发模式。与此同时，索尼还将音乐产业的经验带入了游戏行业，大大降低了游戏开发商和零售商门店的风险。这种以游戏厂商和玩家为中心的策略，正是 PlayStation 成功的重要原因。因为时间篇幅有限，关于 PlayStation 的商业故事，咱们就先说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主机游戏发展历史，不妨在油管和 B 站关注阿段的频道，为我的视频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